姐姐出嫁那天，妈送了一栋680万的房子给她添装。3年后我出家，我却从妈手里收到一个2万的红包。她说：“妈也不容易，你理解一下。”我点头理解，680万和2万的区别，小学生都能理解。我不说话了。从小到大，姐姐从来拿的都是比我多。我每次一抗议，妈都说：“你就不能让着你姐吗？”我听了20多年，够了。但妈去世那天，姐姐却吵着妈不会只给她分2万的遗产，而我看着怀里那个分给我的破破烂烂的保险箱，上面只有一张纸条，妈的字迹：小慧，记得过生日。姐姐叫林小芳，比我大4岁，我叫林小慧。从我记事起，这个家的资源分配就很明确。姐姐优先。姐姐出嫁那年，我24岁，刚参加工作。那天我记得很清楚，家里摆了20桌酒，妈在酒席上笑得合不拢嘴。姐夫家是做建材生意的，看起来条件不错，但姐姐嫌彩礼少，才给18万8。她摔了筷子。隔壁张姐家女儿嫁的时候，彩礼38万8。妈没说话。爸去世早，拆迁的时候分了2套房，一套3居室自住，一套是村里统建楼的一整栋，5层，底下2层门面。那栋楼当时市价600多万。第二天，妈把那栋楼的房产证拿出来了。小芳，这个给你当嫁妆。姐姐笑了，姐夫也笑了。我站在旁边，端着茶杯，没人问我的意见。600多万的楼给了，就这么给了。我问妈，那我呢？妈看了我一眼，你还小，以后再说。以后这2个字我听了无数次。小时候我想要新书包，妈说以后再买，先用你姐的。我想上舞蹈班，妈说以后再说，你姐的钢琴课还没交费。我考上了市重点高中，想要一双新运动鞋，妈说以后吧，你姐要买电脑。以后到底是什么时候？3年后我结婚，老公叫赵阳，普通上班族，任老师。我没要什么彩礼。婚礼那天，妈递给我一个红包，我打开看了一眼，2万。妈说妈也不容易，你理解一下。我点头理解。我理解什么呢？理解680万和2万的区别。婚礼上，姐姐穿了一条新裙子，是某个奢侈品牌的，她挽着姐夫的胳膊，笑着跟亲戚敬酒。路过我的时候，她低声说了句：“小慧，裙子好看吧？你姐夫上个月去香港给我买的。”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赵阳握了握我的手：“别想了，咱自己过好就行。”我说好。但那个晚上回到出租屋，我一个人坐在床上，哭了很久。不是因为2万块，是因为从头到尾，妈都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公平。在她眼里，这就是正常的。姐姐应该拿大头，我应该理解。婚后第1年，姐姐回娘家，她开着姐夫新买的车。后备箱塞满了东西，不是给妈的，是来拿的。妈，我家客厅要换窗帘，你那个缝纫机借我用一下。妈，小区门口那块地，你种的菜我拉走一些。妈，你那个金镯子先给我戴2天，参加老公公司的年会，撑撑场面。金镯子是奶奶留给妈的。妈犹豫了一下，戴2天而已，又不是不还。妈把镯子摘下来了，那个镯子后来没还。我问过妈一次，妈说你姐喜欢就给她吧。我说那是奶奶的。妈说奶奶要是知道也会同意的。我不说话了，因为我知道再说下去妈会说那句话，你就不能让着你姐吗？我听了20多年了，够了。结婚第3年，我和赵阳贷款买了一套小2居，60平，月供4300。姐姐知道后打来电话，你们买房了？哪个小区？我说了，她沉默了2秒。那个小区不行，学区一般。我们买得起的就这个，行吧？她语气淡淡的。我那栋楼底下2个门面租出去了，1个月租金2万6。我没说话，她又说，妈，真是的，当初要是把楼给你，你也不至于背这么多贷款。这话我不知道怎么接，她是在炫耀还是在假装心疼？我说我不需要，挂了电话。赵阳问我谁打来的，我说姐，他没再问，他知道每次接完姐姐的电话，我心情都不好。妈63岁那年，体检查出了肝上有个东西，医生说要做进一步检查，可能需要手术。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上班，请了假，当天就赶到医院给姐姐打电话，姐，妈住院了，肝上有问题。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，严重吗？还不知道，在做检查。我这边走不开，小区开业典礼，姐夫让我盯着。那你什么时候能来？过2天吧，我先转点钱过去，医药费咱俩平摊。好，平摊。我在医院守了40天，陪床、端水、擦身体，跟医生谈话，办住院手续，签知情同意书。40天，姐姐来过2次，第1次来了半天，看了妈一眼，放下一篮水果。妈，你好好养，缺什么跟小慧说。第2次来了1个小时，是因为要签一个手术知情书，签完就走了，说有事。医药费呢，总共花了14万8，我出了9万3，她出了5万5，不是平摊。我没说。妈手术完出院那天，姐姐开车来接，这是她第3次出现。她帮妈拎了个包，从停车场走到车上，全程5分钟。妈坐在副驾驶，看着她，很高兴。小芳来了，妈就安心了。妈看了我一眼，小慧，谢谢你这些天照顾妈。谢谢，她用的是谢谢，不是辛苦了，不是妈心疼你，是谢谢，像对一个外人。那天回家，赵阳看我脸色不好，怎么了？
我摇头，没事，习惯了。妈出院后身体不太好，需要人照顾。我每周去3次，做饭、收拾屋子，陪妈复查。姐姐每个月回来一次，有时候2个月一次。回来的时候带点东西，但嘴上的话比东西多。妈，我跟你说，我们那栋楼的电梯要换，光这一项就花了20万。妈，姐夫最近资金周转不开，能不能先借5万？妈，您那个3居室的房本在哪？我想看看能不能抵押贷款，帮姐夫周转一下。最后这句话是我亲耳听到的，我当时在厨房切菜，刀顿了一下。那是咱家住的房子，又不是卖，就是抵押一下，3个月就还。妈没说话，我放下刀走出来。姐，那是妈住的房子。姐姐看了我一眼，我跟妈说话，你插什么嘴？妈的房子，我不能插嘴。姐姐笑了，你也没出过钱啊。我看着她，这栋楼当初拆迁分的，她拿走一栋，自住的3居室她也想动。我说，姐，你的嫁妆是一整栋楼，这套3居室是妈自己住的，你动什么心思？姐姐的脸色变了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嫁妆是妈自愿给的。那你还想要这套？她张了张嘴，妈开口了。行了，都别吵。小芳，房子的事以后再说。以后再说，又是以后。姐姐走的时候摔了门，妈坐在沙发上叹了口气。你姐也不容易。我没接话，给妈倒了杯水，转身去厨房继续切菜的时候，我看见妈在擦眼睛，那是妈第一次在我面前哭。后来有一天，我在妈家打扫的时候，看见茶几下面有个律所的名片，周正平律师事务所。我问妈，这是谁的名片？一个老朋友，没事。她说的时候，目光闪了一下，我没有多问，但我把那个名字记住了。周正平。妈确诊的第2年冬天，病情突然恶化了，医生说准备后事吧。我请了长假，日夜守在医院，给姐姐打电话，妈不太好，你回来一趟。我知道了，明天的飞机。第2天没来，第3天也没来，第4天他发了条微信，机票太贵了，我买了后天的特价。我没回。妈走的那天晚上只有我在，她的手很凉，她拉着我的手说了最后一句话：小慧，床底下保险柜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她没说完，眼睛闭上了。我握着妈的手，一个人。病房里很安静，走廊上偶尔有推车经过的声音。我一直坐到天亮。姐姐赶到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下午，她站在病房门口看了一眼妈，然后她说的第一句话是：妈的存折在哪儿？我看着她，要办后事得用钱，我来办。那也得知道妈有多少存款，总不能你一个人管吧？我没接话。葬礼是我一手操办的，选墓地，联系殡仪馆，通知亲戚，布置灵堂。赵阳帮我跑前跑后，姐夫来了，帮着搬了2把椅子，然后坐在角落里打电话。姐姐全程在刷手机，偶尔抬头看一眼。葬礼结束那天，亲戚们散了，姐姐没走，她坐在妈家的客厅里，环顾四周。妈的东西得收拾一下，有价值的得分清楚。妈刚走，你急什么？我不是急，我是怕有些东西说不清楚。她的目光扫过客厅、卧室、阳台，然后落在卧室门口。妈的首饰呢？那个翡翠手镯，还有金项链，在妈的柜子里。我先看看。她站起来就往卧室走，我挡住她。姐，今天刚办完葬礼，你能不能等2天？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我说等2天。她的眼神变了。林小慧，你别以为妈的东西都是你的，我也是她女儿。我知道，我看着她，所以我说等2天，不是不让你看，是今天不行。她哼了一声。行，2天后我再来，你最好别动妈的东西。她走了，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站在原地，然后我走进妈的卧室，蹲下来看向床底，一个灰色的保险柜，上面贴着一张纸条，妈的字迹有点歪，看得出来是抖着手写的。小慧，密码是你的生日。我的手在发抖。0903，保险柜打开了，保险柜里有4样东西，一个牛皮纸信封，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，一封信，还有一张银行卡。我先拿起了牛皮纸信封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张房产证，我的眼睛定在上面，产权人林小慧，地址是市中心学府路18号某小区126平方米学区房。我的手开始发抖。这套房子我知道，学府路那个小区现在均价4万5一平，126平560多万。我从来不知道妈买了这套房，从来不知道。房产证的日期是5年前，5年前那时候妈还没生病，她悄悄买了这套房，写的是我的名字，她什么都没告诉我。我放下房产证，拿起那本黑色笔记本，翻开第1页，妈的字迹工工整整，标题写着4个字：家庭账本。第1条，2009年3月，小芳要买钢琴，15800元。第2条，2009年9月，小芳要上补习班，1学期4200元。第3条，2010年6月，小芳要换手机，3600元。一条一条，一年一年，从2009年记到去年。我翻到最后一页，妈在最下面写了一行字：大女儿林小芳，截至2025年10月，累计从家里拿走147万3600元，不含嫁妆楼房147万，不含那栋楼。我的手抖得更厉害了，我又翻回前面几页，
找到了关于那栋楼的记录。2018年4月，小芳结婚，将拆迁所得统建楼5层加2层门面过户给小芳作为嫁妆，市值约680万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，我凑近了看，此楼上有银行贷款未还清。2017年，小芳以装修名义让我签字做了抵押贷款，实际贷款300万，月供18600元。小芳说她来还，至今2025年仍由我每月转账替她还月供，累计已替她还贷112万。我把笔记本放下来，坐在地上，那栋楼有300万贷款，姐姐让妈做的抵押，月供18600，妈替她还了112万。也就是说，姐姐不但拿走了一栋楼，她还让妈背了300万的债，然后妈一个人在还。我闭上眼睛，手里的笔记本沉得像一块铁。我拿起那封信，信封上写着小慧亲启。我打开，妈的字比账本上的更潦草，看得出来写的时候手抖得厉害。小慧，妈知道你心里有委屈，妈不是不知道。那栋楼，妈本来想留给你们姐妹一人一半，但你姐结婚前，姐夫家提条件要整栋楼，你姐跪在妈面前哭了一夜，妈心软了，妈以为给了她，她会知足，妈错了，给了楼，她还要钱，给了钱，她还要房本。妈的退休金，她每个月都要转走3000，她说是替妈存着，妈一分都没见回来。2017年，她拿了一张纸让妈签字，说是楼的物业手续，妈没仔细看，签了，后来才知道是抵押贷款合同300万。妈不敢声张，因为那时候你刚结婚，妈不想让你操心，妈只能自己想办法。妈把这些年攒的钱、爸的抚恤金、卖金镯子的钱凑了一笔，偷偷在学府路买了一套房子，写你的名字，这是妈能给你的。妈知道这补不回来，但妈想让你知道，妈心里有你，一直都有。银行卡里还有32万，也是你的，密码是你姐的生日。妈用你姐的生日当密码，是因为她永远不会猜到妈会把钱留给你。妈对不起你。我把信按在胸口，蹲在地上，没有哭，但眼泪一直流。第二天，我去找了周正平，就是妈茶几下面那张名片上的人。周叔的律所在老城区，不大，但很规整。他看见我的时候，眼圈红了一下。你妈走了，上周走的。他沉默了很久。她去年来找过我，让我帮她做了2件事。什么？第一，公证遗嘱。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。你妈的遗嘱经过公证处公证，法律效力最高。我接过来看，遗嘱内容很简单：3居室归林小慧，保险柜内所有物品归林小慧，银行存款归林小慧。关于统建楼，因已过户给林小芳，不在遗产范围内，但该楼所涉抵押贷款300万，由林小芳自行承担，与遗产无关。下面有妈的签名、手印、公证处的盖章，日期是去年3月。第二件事呢？我问。周叔看着我，你妈让我查了那栋楼的过户手续。他递给我一份材料2018年过户时签的合同上，你妈的签名是伪造的。我愣了一下，什么意思？这栋楼的产权原本是你父母共同财产，你父亲去世后，按继承法，你和你姐各有份额，过户需要所有继承人同意，但当时的过户合同上，你妈的签名是别人代签的。谁签的？笔迹鉴定的结果是你姐姐。我坐在椅子上，姐姐伪造了妈的签名，把整栋楼过户到了自己名下。妈知道，妈什么都知道，但妈没拆穿。你妈说她不想把事情闹大，但她让我把证据留着。周叔把材料推到我面前，她说如果有一天需要用，你会知道怎么做。我把材料收好，站起来。周叔，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。你说。后天我姐要来分遗产，你能不能到场？他看着我，点了点头。你妈嘱咐过，如果你来找我，让我一定帮你。我说谢谢。走出律所的时候，外面在下雨，我站在门口，深吸了一口气。姐，你不是要来分遗产吗？来吧。姐姐比约定的时间早来了一天，她没提前说，直接来了，还带了人，姐夫、大姑、二叔，还有几个我叫不上名字的远房亲戚，5、6个人浩浩荡荡地站在妈家门口。我打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，姐姐走在最前面，穿了一身黑，但脸上没什么悲色。小慧，我想了想，这事越早处理越好，该分的分清楚，免得以后扯皮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我把亲戚们叫来，做个见证。大姑在后面帮腔，是啊，当着大家面说清楚，谁也不吃亏。我让他们进来，姐姐进门就开始打量客厅、卧室、阳台，目光像扫描仪一样，把每样东西都过了一遍。妈的首饰呢？柜子里。存折呢？在。保险柜呢？我看着她，你怎么知道妈有保险柜？她的眼神闪了一下。妈以前提过。我没说话，姐姐坐下来，从包里拿出一张纸。我找人写了一份协议，妈的遗产，姐妹平分。她把纸推到我面前，你签个字。我看了一眼那张纸，上面写着林母所有遗产由2个女儿平均分配。我抬头看她，你拿了一栋楼，现在还要平分？姐姐的脸色一沉。那是嫁妆，不是遗产。680万的嫁妆。那是妈自愿给的。好，我点头，妈自愿给你680万，现在你还要来分剩下的。大姑开口了，
小慧啊，你姐说的也有道理，嫁妆是嫁妆，遗产是遗产，不能混为一谈。二叔也说，是啊，都是亲姐妹，别伤了和气。姐姐看着我，语气里带着得意。你看，大家都觉得应该公平。我看了一圈，都在帮她说话。好，我笑了。行，那就公平。姐姐眼睛亮了。那你签字？不急，我说你也签一份东西。什么？财产确认书，确认保险柜里的东西按照妈妈的安排分配。你签了，我就签你的。姐姐犹豫了一下，她以为保险柜里是存折和现金，在她的想象里，那是一笔她能分走一半的钱。行，她拿过笔签了，我把那份签好的确认书收起来。好，那我们约个正式的时间，后天下午2点，在这里，我请个律师来见证，把所有东西摊开，公公正正的分。姐姐点头，可以。她站起来要走，到门口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别搞什么花样。我微笑，不会。门关上了，我看着他签的那份确认书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确认母亲保险柜内所有财产按照母亲生前的安排进行分配。签字人林小芳。姐，你签了，你亲手签的，保险柜里的所有东西，房产证、账本、信、银行卡，按照妈的安排都是我的，而你刚才亲手确认了这件事。后天下午2点，妈家的客厅，姐姐来了，姐夫来了，大姑来了，二叔来了，还来了3、4个亲戚，比上次人更多。姐姐今天化了妆，换了一身看起来很贵的衣服。她坐在沙发正中间，翘着腿，姐夫站在她身后，手里拿着手机录像。录着吧，免得到时候说不清楚。姐姐说，我坐在对面，赵阳坐在我旁边，周叔坐在角落，带了一个公文包。姐姐看了周叔一眼，这谁？律师，我请来做见证的。姐姐不在意的挥挥手，嘴角勾起一抹嗤笑。行，公正一点好。她迫不及待了，开始吧，先把保险柜搬出来。赵阳把保险柜从卧室搬到客厅，放在茶几上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上面，像是想要透过厚重的外壳看清里面的东西。我正要开口，姐姐先说话了，她站起来，面对在场的所有亲戚，大姑、二叔，各位亲戚，我先说几句。她清了清嗓子，我妈生前跟我说过，所有财产姐妹平分，这是她的口头遗嘱。她从包里掏出一张纸，这是我找人整理的代书遗嘱，上面有妈的指纹，内容就是所有遗产2个女儿平分。她把那张纸举起来，给每个亲戚看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是妈的意思，指纹都在这儿，做不了假。亲戚们点头，你妈说的就应该听，姐妹俩平分才像话。就是都是一家人，亲姐妹平分，天经地义。姐姐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得意。小慧，你看，大家都看到了，白纸黑字，你没意见吧？我看着那张纸，看着上面的指纹，看着姐姐得意的脸，姐夫在后面录着像，嘴角带着笑，亲戚们都在等着我点头。我一个人，他们一群人，场面对我来说确实很不利。小慧，你姐说的有道理，妈都这么安排了，你就别闹了，免得伤了一家人的和气。就是都是一家人，你姐也是妈的女儿，凭什么她不能分？我看了一圈，所有人都站在她那边。好，我低下头，沉默了很久，久到姐姐以为我要妥协了，以为我被这阵仗吓住了。她得意的笑了，语气里带着几分施舍。小慧，签字吧，早签早了，免得大家都为难。我抬起头，眼神平静。姐，你这份遗嘱哪个律师代书的？她愣了一下，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，像是没料到我会问这个问题。顿了顿，才支支吾吾地说，找的一个朋友。叫什么名字？我追问。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代书遗嘱必须有2个以上见证人在场，由其中1人代书，注明日期，见证人不能是继承人或利害关系人。我一字一顿，眼神紧紧盯着他。你这份有见证人签名吗？姐姐的脸色变了一下，一阵红一阵白，强装镇定地说，有。在哪？我没看到。她慌忙低下头，看了一眼那张纸，眼神瞬间变得慌乱。见证人那一栏是空白的。这我让他补上。补。我笑了。姐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她看着我，我转向周叔。周律师，代书遗嘱和公证遗嘱法律效力哪个高？周叔站起来，面对在场所有人。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，公证遗嘱的法律效力高于代书遗嘱。如果2份遗嘱内容冲突，以公证遗嘱为准。姐姐的脸色彻底变了。什么公证遗嘱？不可能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从包里拿出那份文件，这是妈的公证遗嘱，去年3月在市公证处做的，公证员签字盖章，妈的签名、指纹、影像记录全部齐全。我把遗嘱放在茶几上，所有人都凑过来看，眼神里满是惊讶。白纸黑字，公证处大红章，遗嘱内容：3居室归林小慧，保险柜内所有物品归林小慧，银行存款归林小慧，统建楼已过户给林小芳，不在遗产范围，楼上300万抵押贷款由林小芳自行承担。姐姐拿过遗嘱看了3遍，她的手在发抖。这不可能，妈不可能这么写。这是公证遗嘱，公证处可以查档，随时可以核实真伪。你伪造的，一定是你伪造的。姐姐歇斯底里的大喊。周叔适时开
口。林小芳女士，公证遗嘱有公证处存档，编号可查。如果您质疑真伪，可以去公证处核实。同时，您手里那份代书遗嘱缺少见证人签名，格式不合规，恐怕没有法律效力。姐姐转向亲戚们，大姑，你说句话啊！你们不能看着他这么欺负我，这遗嘱一定是假的。大姑看看遗嘱，又看看姐姐，脸上露出为难的神情，张了张嘴没说话。二叔也不吭声了，刚才帮他说话的人一个个都安静了。姐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。还有，我说你前天签的那份财产确认书，确认保险柜内所有财产按照妈的安排分配。我把确认书拿出来，你自己签的字，姐夫录的像，在场亲戚都是见证人。姐姐愣住了，她终于反应过来了，她签的那份确认书确认的是妈的安排，而妈的安排是保险柜里所有东西归我，她亲手确认了。你，她的声音在发抖。你设计我？我看着她，眼神平静。我没设计你，是你自己要来分遗产的，是你自己叫了这么多亲戚来做见证，是你自己签的字。我顿了顿，姐，你太急了。房间里安静的可以听见呼吸声。姐姐站在那里，脸色惨白，但她还没死心。好，公证遗嘱我认，但是……她指着保险柜，保险柜里有什么？先打开看看，万一就是几件旧首饰呢？她还在赌，她赌保险柜里没有值钱的东西。行，当着大家的面开。我蹲下来，输入密码，咔嗒一声轻响，保险柜的门开了。我一样一样拿出来，放在茶几上。牛皮纸信封，黑色笔记本，一封信，一张银行卡。先拿起信封，抽出房产证，举起来，让所有人看清楚。学府路18号，126平方米，产权人林小慧。姐姐的脸白了，在场的亲戚们开始交头接耳。学府路那不是学区房吗？那个小区现在房价可不低啊，最少4万5一平吧。126平。那是500多万啊！姐姐盯着那张房产证，嘴唇在哆嗦。这是妈什么时候买的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5年前。5年前？妈，哪来的钱？我没回答她，我拿起那本黑色笔记本。接下来这个，姐，你可能更想看。我翻开第1页，这是妈记的账本，记录了从2009年到去年你从这个家拿走的每一笔钱。我念出来：2009年3月买钢琴15800元，2009年9月补习班1学期4200元，2010年6月。换手机3600元，我一条一条念。姐姐的脸从白变红，又从红变白。2015年8月，你结婚前要买婚纱38000元。2016年1月，你说姐夫的公司资金周转不开，借了8万没还。2017年3月，你说楼要装修，借了12万没还。2018年11月，你说生孩子要花钱，要了5万没还。2020年4月，你每个月从妈退休金里赚走3000，说替妈存。到去年10月，一共转走了19万8，一分没还。我合上笔记本，不含嫁妆那栋楼。从2009年到2025年，你从妈身上拿走了147万3600块。我看着她，姐，你自己算过这个数吗？你算过妈这一辈子为你付出了多少吗？姐姐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大姑在旁边倒吸一口凉气，100多万。二叔的表情也变了，姐夫放下了录像的手机，他的脸色也不太好看。我没有停，继续说道，还有一笔。我翻到账本中间的那一页，2017年5月，你让妈签了一份文件，妈以为是物业手续。我看着他，但实际上是一份抵押贷款合同，你用那栋楼抵押了300万，我月供18600。我没有理会他的辩解，继续念道，妈替你还了112万。我合上本子，300万贷款，你让妈替你还，退休金每个月转走3000，你说替妈存，你从妈身上拿走了147万。我一字一顿，姐，你来分遗产，你好意思？房间里彻底安静了，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敢说话。姐姐的身体在发抖，她的手攥着沙发扶手，指节发白。姐夫往后退了一步，他看着姐姐的眼神变了，那不是担心，是意外，是计算。我还有最后一样东西没拿出来，那封信。我拿起来，这是妈写给我的信，我没有念全文，我只念了最后几句。小慧，妈不是偏心，妈是被你姐绑架了，给了楼，她还要钱，给了钱，她还要房本。妈不敢声张，因为不想让你操心，妈只能用另一种方式不给你。我抬起头看着姐姐，妈不是偏心你，妈是怕你。姐姐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，但不是因为愧疚，是因为被当众揭穿。你故意的，你故意让我签确认书，你故意叫这么多人来。这些人是你叫的。我看着他，我只叫了一个律师，他说不出话了。大姑站起来看了姐姐一眼，叹了口气，小芳啊，你妈对你那样，你怎么能这样对你妈？姐姐不说话，只是一个劲的哭。二叔摇了摇头，没开口。那些远房亲戚面面相觑，刚才帮着说平分天经地义的人，一个个都低下了头。姐夫先开口了，但不是帮姐姐说话。300万贷款？他看着姐姐，你告诉我那栋楼是全款的，没有贷款。那是之前的事。之前的事，我们是2018年结的婚，你2017年做的抵押贷款。姐夫的脸色很难看。结婚之前你就已经背了300万的债，你骗我？我没骗你，是我妈。你妈替你还了100多万，现在你妈不在了，剩下的谁
谁还？姐姐张着嘴回答不上来，姐夫拿出手机快速查了什么，月供18600，还剩多少没还？姐姐不说话。根据贷款合同，目前剩余本息约188万。姐夫看着姐姐那个眼神，我很熟悉，是在算账，算自己亏了多少。林小芳，他叫了姐姐的全名。你跟我说那栋楼值680万全款，我才同意你不过户加我名字，现在告诉我有300万贷款。你听我解释。还有你从你妈那拿的147万，你跟我说你妈给你的是零花钱147万，那是我妈愿意。你妈在信里说她是被你绑架的。姐姐闭嘴了，姐夫笑了，那种笑不是好笑，是寒心。行，这事我们回去谈。他转身就往外走。你去哪？回去请律师。门关上了，姐姐站在原地，脸上的妆花了。她转向我，你满意了？你毁了我的家，你满意了？我看着她，姐，你的家是你自己毁的。她哭了，不是哭给我看，是真的撑不住了。大姑走过来看了她一眼，小芳，你妈刚走，你就这样？她摇了摇头，你的事我管不了了。大姑走了，二叔也走了，亲戚们一个个走了，最后客厅里只剩我、赵阳、周叔和姐姐。姐姐坐在沙发上哭了很久，然后她抬起头，那栋楼贷款真的还有188万？真的。妈，真的买了学区房？真的，房产证你看到了。她沉默了很久。妈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看着她，告诉你什么？告诉你她替你还了100多万贷款，告诉你她攒了一辈子的钱被你拿走了147万。我站起来，姐，妈不是不告诉你，妈是不敢。她是你妈？对，她是我妈，也是你妈。我看着她，但你把她当提款机。姐姐没说话。周叔整理了一下文件，关于统建楼过户时伪造签名的事，你母亲生前委托我保留了笔迹鉴定报告。如果林小慧女士选择追究，这属于伪造文书，涉及民事甚至刑事责任。她看着姐姐，当然，是否追究由林小慧决定。姐姐看着我，眼神里第一次有了恐惧。你不会？我没有立刻回答。过了很久，我不追究。姐姐松了口气，但有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第一，那栋楼的贷款你自己还，跟妈没有关系了，因为妈已经走了，剩下的188万你自己想办法。第二，妈这些年替你还的112万月供，算你欠妈的，你不用还我，但你心里要有数。第三，从今天开始，妈的房子、妈的存款、妈的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是我的，公证遗嘱加你自己签的确认书，你不能再来争。第四，以后你我之间不需要再装姐妹情深了。我看着他，你拿走了你该拿的，也拿走了不该拿的，我不跟你计较了。但我们之间的账，妈那本账本上记得清清楚楚。姐姐坐在那里很久很久，然后她站起来，没看我，走了。门关上的声音很轻，不像上次那样摔门。她没力气了。3个月后，我听到了一些消息，姐夫真的请了律师，据说在办离婚，闹得很僵，连双方的亲戚都被牵扯了进来。谁也不肯让步。那栋楼因为贷款的事成了双方争议的焦点。姐夫说他不知道有贷款，姐姐婚前隐瞒债务，属于欺诈。楼的门面租金也出了问题，之前的租客因为电梯老化，上下楼极不方便，协商几次都没得到解决，最终还是退了租。如今那2间门面空荡荡的，显得格外冷清。月供18600，一分都不能少。可门面收入锐减，姐姐每个月都要从自己的积蓄里倒贴。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据说姐姐想卖楼，想尽快摆脱这堆烂摊子，可因为还在打离婚官司，房产过户被冻结了，连挂牌都做不到，卖不掉。我没有去了解更多，哪怕心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波澜，也很快被压了下去。那些纷争，那些是非都与我无关了，我只想守着自己的小日子，不再被过去牵绊。学区房我去看了，妈买的那套坐落在一个安静的小区里，周边种着郁郁葱葱的香樟树。推开门的时候，我站在门口愣了很久，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，酸涩又温暖。房子是精装的，不是开发商千篇一律的精装，每一处细节都透着用心，是妈找人一点点装的。客厅的窗帘是浅蓝色的，布料柔软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进来，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我小时候跟妈说过，我喜欢浅蓝色，喜欢它像天空一样干净温柔，妈却一直记在心里。厨房的柜子高度刚好适合我，不用踮脚，也不用弯腰。书房的墙上有一排书架，打磨的光滑无刺，架子上放着几本书，整整齐齐的。我走过去看，都是育儿书，看得出来妈是精心挑选的。她以为我会在这里养孩子，以为我会拥有一个圆满的小家，所以早早的就为我准备好了一切。书架最上面有一个相框，木质的边框被擦拭得干干净净，里面是我小时候的照片，大概5、6岁，扎着2个小小的羊角辫，穿着一条旧裙子，站在院子里的槐树下，笑得很开心，眼睛弯成了月牙。照片背后写着一行字，是妈熟悉的字迹，工整又温柔。小慧6岁，那条裙子是她姐穿剩的，但她很喜欢。我拿着相框，指尖轻轻抹撒着照片上自己的笑脸，又摸了摸背后的字迹，眼眶瞬间就红了。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，坐了很久。妈，你什么都记得，你一直记得。1年后，我搬进了学区房，赵阳把我们那套小2居租出去了，租金不多，刚好覆盖学区房的月供，不用我们再额外操心。新家很大，阳光充足，每个角落都透着温暖。阳台上有妈留下的几个旧花盆，我找了些泥土
种了几盆薄荷，绿油油的，生机勃勃，风一吹就飘来淡淡的清香。保险柜我搬来了，放在卧室衣柜最里面，隐秘又安全。里面现在只放了一样东西，就是妈留给我的那封信。赵阳有时候问我想你妈了，我说想，他就不说话了，安安静静的陪我坐一会，轻轻拍着我的肩膀，不用太多的言语，却给了我足够的安慰。有一天我在超市买菜，推着购物车在蔬菜区挑选，忽然有人拉住了我的手，我回头一看，是大姑，她比以前苍老了一些，头发上多了几根白发。大姑拉着我的手，语气里满是惋惜。小慧啊，你姐的日子不好过，她跟你姐夫离婚了，闹了大半年，终究还是散了。那栋楼最后法院判了1人1半，但贷款也是1人1半。她现在一个人住在那栋楼里，空荡荡的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大姑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几分期盼。要不你去看看她？我想了想，脑海里闪过从小到大的种种，最终还是轻轻摇了摇头，不去了。大姑叹了口气，脸上露出几分无奈，却也没有再劝说。我笑了一下，语气平静。大姑，我不是恨她，我只是不想再当那个应该让着姐姐的人了。我想为自己活一次。大姑看着我，半天没说话，最后她点了点头。你说的对。我拎着菜回家，路过学府路的时候，夕阳正好，金色的阳光照在小区的外墙上，暖暖的。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，没有备注，接起来。